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武哥好，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武哥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宏之，大家好。好，那在419、426，你看可以看得到。那这一场大罢免是不是真的进入到大拼场的一个时候？那两边呢，包括在419凯道这一段呢，你看到号称现场大概5万5千人左右。那当然426这个地方蓝野深至，如果要是气势压不过去的话，是不是后面对大家就收摊说案了？是这样吗？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包括在过程当中，今天下午有一则新闻出来说，是不是要到中央党部去，不管是送传票，或是不是也要搜索的相关的一些新闻？那最后没有啦。那本来说是不是有送传票给朱主席啊这些，那他有听看林涛，那这现场的状况到底会是怎么样？而这所有的一切，从上个礼拜黄旅锦如那无保请回以后，当然你要看检方后面会不会提抗告，可这一连串下来以后，整个大罢免后来进入了司法战，再一路往下延烧，又会怎么样？那当蒋万安提出倒阁以后，国会真的会全面改选吗？光蓝营内部是不是能够凝聚相当的共识？当然，如果要是真的提了倒阁，蓝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吗？真的如果提完以后，到赖清德总统那个地方，会真的把国会解散、全面改选吗？好，一开始让你看一下大拼场，先看419当时的一个状况。来，简直是丧尽天良了，让35个危害国家的，通通都要加以清除。这些国民党的立委敢骂习近平吗？他们只骂赖清德跟卓荣泰，对不对？咱应该是港国的啊。我们跟国民党的立委、跟民众党的立委，咱是不是港国的？可是他们不敢骂习近平呢，他们只敢骂赖清德跟卓荣泰。来，冠廷是你看到419这个整个看起来的话，你对于这场会下什么注解？首先先讲哦，这一场没有任何民进党动员的人，而是由整个罢团为主体。你说包含八炯啊，30几个罢团啊，由他们来号召的。我们民进党是几个政治人物有受邀，那也有其他党派，像苗博雅啊，还有无党派的陈柏惟啊，一些人其实会去现场声援。那现场第一个人多吼，我们看到画面，其实一路人潮，后来是到达景福门，所以主办单位讲说5万5千人，老实讲，我觉得不超过，因为那个现场的画面是多的。但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个画面，现场哦，老实讲哦，这两派人马在过去台湾的政治场合是水火不容，一支旗帜中华民国国旗，一支旗帜台湾独立，结果两边在现场两边挥，然后在现场一起一个共同的诉求，什么诉求？拒绝统战，守护台湾。你看到刚刚我们一开始播的那个新闻啊，两个人的政治立场也完全回忆嘛。第一个是邱卫邦将军，他就是超级国民党过去三民主义的信徒嘛，蓝统派，蓝统，然后认为说三民主义要复兴中国，然后认为孙中山、蒋中正，然后他是他们的信徒。他以前也是骂民进党骂很凶啊。那他在现场认为说国民党立委是舔共立委，邱卫邦将军讲的，不是我卓冠廷讲的。另外一个民进党的王义川的现场，所以这个场合就是看得出来，整个两边的人，三边的人，为什么讲三边？就是说基本上你是主张统的啦。你主张独的啦，你主张中华民国派的啦，你主张中华民国台湾的啦，都在现场。那我一个共识是什么？就是没有5星旗嘛。你看到各种旗帜嘛，有中华民国国旗，然后有这个台独旗，然后呢有各种的旗帜，可是就是没有5星旗，所以反统这件事情变成是这一场的诉求，人数是多的哦，这第一个我要讲的。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那接下去国民党办的426。诉求是什么？可能也要等国民党可能跟大家讲清楚了哈。那明天看起来，朱立伦跟黄国昌会见面。那本来呢，他们也许可以谈一些也许426的主轴啊，动员的内容啊，还是怎么样。可是现在看起来都没办法谈的。因为黄国昌说要全程直播，国民党也只能配合。那直播就是什么都不能谈嘛。那这一场两边已经从决定活动开始，其实已经决定两边的结论完全不一样。419的这一场。是民间团体、公民团体为主体，426
是国民党对这一个民团的活动的反制。那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一天的那个活动，其实就国民党主导了。那国民党的力量大还是人民力量大？老实讲，这个差异我觉得会很大的回忆哦。那民进党，我们说真的，如果是我们的正规军活动，也不会长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差别。OK， 林涛。看起来的话，419跟426有很多国民党人直接讲说，好了，那在国民党的眼中，这是一段包括司法追杀，一路都是这个样。426如果要场面搞不起来的话，没有像人家昨天419那个场面搞得这么大的话，那这场大家就干脆收摊回家。有很多国民党是这样想吗？基本上你可以看到419啊，上面全部都是侧翼啊，每一个侧翼轮番唱歌的唱歌，然后表演的表演，那怎么会代表人民呢？我们看到，其实你从明天的蓝白到这个426，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就是不只要拒绝红共，还要拒绝绿共，加码嘛，朱立伦加码嘛，不是你们绿营很会喊抗中保台，保护台湾吗？抗中保台，拒绝绿共，我们还要拒绝红共之外，还要拒绝绿共，才能真正保护台湾。因为现在民进党看起来这些举措非有即敌，司法的手段开始在抄，那你选输了，才1年，立委才1年，你就要罢免。就是跟共产党的形状一样嘛，你今天输了我就要重选嘛，我今天看不爽你我就要搜查嘛。到目前为止，中选会递给最高检的41件，到目前查了13件，通通是罢绿委的，在干嘛嘛？办蓝不办绿不是很清楚吗？所以你可以看到，明天的蓝白在早上要先举办一个在野的高峰会。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不管是对于这个全球的关税战，你本来这个政府应该要面对关税战的，你到现在拿不出一个解方，就是过去1年都在搞大罢免，然后呢，你这个大罢免，我们的蓝白被你砍成这样，我们也想说，我们来集合一下，想出来对策。那我们同时在这个蓝白也希望426能够号召，不管你是小草还是蓝营的支持者，一起到这个426的凯道。所以我必须讲，就是回到5哥的问题。在整个的对垒上面，426绝对不是跟419，426是集结赖总统从去年当选到现在这1年最大的控诉，所以他是不是倒戈役，他倒赖，而这倒赖最终的核心就是红共威胁中华民国的安全，我们反对；绿共破坏台湾的团结，我们也反对。这2个讲完了吧？总是这个最大多数的在野是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们的主轴希望426是反绿共，把民主还给台湾。其实听林涛讲完，就知道国民党执迷不悟嘛。现场所有人都是民进党的侧翼，你林涛讲的，国民党讲的，邱卫邦将军是民进党的侧翼，国民党讲的，所以从今天起，所有邱卫邦将军的信徒，所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信徒，都变成民进党侧翼，赞！国民党的论述是如此。第一个哦，第二个说要才救了1年就罢免，在搞什么？请国民党正式跟陈柏惟道歉，下跪道歉。陈柏惟不是救了1年就被你们罢免？你们国民党哪一个人没有去那个中2选区？严宽恒跟严家在背后主导，朱立伦在背后煽风点火。我有听你们跟陈柏惟说一句道歉吗？对一个个人罢免跟捞起全台的大罢免，个人可以，他当然是最大的差异。个人可以。好，那个林涛讲的，然后再来哦，现在国民党的论述讲说啊，好啊，然后呢，我还是要那个你们是绿共，然后呢，你们的论述到底是什么？最后现在就讲说哦，你们办蓝不办绿，好，现在要讨司法。我刚刚有点我们因为好几件事一起讲，我现在就来讲办蓝不办绿。基隆地检署没有办这个罢免林佩祥的案子吗？我跟你讲，这个标准哦，这以后都会检视哦。我对基隆地检署是有意见，但他有在办。为什么？今天国民党的死人联署2000件，接近2000件，选办法修法，这上周大家都讨论，98之后，你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去伪造的，死人当然不会同意嘛。而且这么多，快2000件，这当然有可能是集体犯罪啊，司法本来就要办啊。对照起基隆，在基隆你罢免林佩祥。目前为止查到几件死亡联署0，结果怀疑伪造，基隆市的这个选委会寄查验单寄几件，你知道吗？26件，26件当中，其中20件最后确认如实没有伪造，可是最后基隆选委会说116件伪造，被大家问说基隆市选委会说，那你为什么那个认定他们啊？基隆市选委会说职权认定，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这都 OK。
基隆定检署，我怎么早上6点去人家按门铃什么，我们都算了，反正到时候未来起诉书或不起诉书都会调查清楚。我认为就多少证据说多少话。今天我问你个问题啊，今天如果国民党真的如同稍早讲了说，什么有可能会被调查啊，然后会被搜索啊，在中央党部会被传票啊。现在听起来最新说法是说送传票嘛，都尊重检察官的处理方式。可是不要忘了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总统府有没有被搜索？有啊，总统府被搜索啊，当时就是共谍的案子，总统府被搜索啊，总统府的参事直接被搜索啊，总统是马英九可是不要忘了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总统府有没有被搜索？有啊，总统府被搜索啊，当时就是共谍的案子，总统府被搜索啊，总统府的参事直接被搜索啊，总统是马英九我只是对照，今天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如果你有足够的犯罪证据，国民党可以大道讲说，我国民党党部因为我国民党，所以你司法不能来动我吗？这个是集体犯罪。国民党到今天为止有没有为这个集体犯罪快2000件的死人联署跟国人说一声对不起？当翁小玲跳出来跟大家讲说，修法联署造假关5年，警告罢免团体不要以申诉释法，而这个法律过了，检察官拿来用了，国民党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为这件事情道歉？完全没有。来呢，3件事情，第一个，当同一天早上跟下午分别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中央到北检去按铃控告这个罢免团体，直到现在，当时候陈玉珍跟王宏威去讲的尤浩、马文君跟林佩祥，他显然前面几个案子都没办嘛，到现在是民进党开始罢律委的首部查办，到现在这些案子来，刚才提到了3件，至少3件案子在哪里打一个问号。第二个，刚才这个冠廷讲说有多少证据办多少事嘛，黄吕锦如的案子，这个把他扣住48小时，大搜索大羁押，结果法院的这个描述状判决书写说，检察官手上没有公诉证据，也没有客观证据，所以当庭释放，没有证据给黄吕押48小时搜索。台湾还有哪些案子是像黄吕一样，法院已经直接裁定没有证据的？你给人家查什么查？对不对？你要讲证据嘛？不对，黄吕被法院判定书，法院判定书讲的没有公诉证据，没有具体证据，所以无保请回当庭释放。第二个、第三，今天是刘世芳内政部长，早上直接点名朱立伦主席，你是首谋。下午传票，你今天内政部长，你好大的胆子，好大的权力啊！指挥办案好厉害效率是这样，是你早上刘世芳讲，下午就查的吗？什么时候变成半蓝半绿，半蓝不半绿这么有效率？然后大家关心的共谍，你这个是妨害公务跟集邮法，然后你的共谍。总统府收了没？外交部收了没？国安会收了没？今天国安会还缺席立法院的质询备询，到底这是什么样的绿共国家队？请问一下，那个结果中央党部有去送传票或搜索吗？因为目前看起来，因为是媒体先传出下午3点，那因为我下午都在党中央开会，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消息传进来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结果后来大家知道说，如果送那个通知书是。寄信就好了，挂号就好。结果不是，是他们讲说检警要来，先到立法院谢龙介，再传出要到党中央，才会这个消息才会披露。结果有，所以真的有歧视。然后呢，因为现场在党中央的媒体数量大概过多，所以他们临时改成用邮寄挂号。OK， 来，一件一件事讲了哈。第一件事情。黄吕锦如现在没有相关证据 ，OK， 有多少证据讲多少话。那国民党要跟大家讲，这整个犯罪网络当中，到底是哪一环给的资料嘛？我先讲，我们从最后讲嘛。你最后有违法的名册是不是有？而且违法名次明显异常有没有？有，所以已经有人违反选罢法，有人伪造，而且集体伪造。上面
有人头挂名的领衔人，有罢免活动的召集人，上面有伪造联署的执行者，上面有给资料的人。今天检方一定是依照你是证据到哪边往哪边查嘛。今天我举个例子，今天假如比对出来是台北市党部的党员的名册，当然市党部主委会被找去啊。那今天国民党讲说你们不能查黄绿，没关系，你跟大家讲资料哪里来嘛？这个党员名称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你就算不给资料，你至少跟社会讲，使人联署是不对的态度，国民党没有拿出来。来呢，刚才冠廷拿了一个板子，告诉你你有这些犯罪的样态，可是今天你比法院还强你比法官还大民进党政府比法官还大哦，因为法官的裁定书说毫无证据，没有公诉的证据，也没有具体的证据，你好厉害哦，你比法官还厉害，说你有，结果法官是说检察官你没有证据，当庭法官这个检察官也没有抗告，还要回去讨论，所以我就讲的现在的绿共，现在的国家机器。比法官还大。你要不要回应刘世芳那段？要刘世芳，我要求刘世芳，然后待会我要回答那个朱立伦，不然我太多了乱太乱。因为这两个是同一件，刘世芳跟朱立伦。刘世芳、朱立伦还有搜索党中央，这个我先讲搜索党中央，不是国民党你们态度到底是什么？刚才林涛也讲了，下午那个叫新闻啊，只看到人家的一个新闻啊，第一时间传出检调要进国民党中央党部，林涛兄就呛说绿共国家机器迫害。呛完了 ，OK， 没有尊重嘛结果后来虚惊一场，一度传警搜索国民党中央，林涛说心虚不敢来不是你们到底希不希望人家去啊？前面先呛说绿共国家机器迫害，后面讲心虚不敢来，不要这样子影响司法啦。最后一个我要讲有关于那个什么朱立伦啊、蒋万安啊，他们在这个地检署前面这件事啊，还需要刘世芳讲说首谋是朱立伦在座谁不知道首谋就朱立伦？朱立伦自己出来跟大家讲说，号召国民党大家要去前面这不是他就是首谋吗？今天如果地检署不找朱立伦去厘清案情，那地检署失职今天所有人全部都可以到这个地检署前面去，为什么？举牌3次没有驱离成功，那这个案子就必须立案。这个案子就算我最后检察官大发慈悲让你缓刑，让你1颗罚金，没有要关你 ，OK。可是难道可以不用调查吗？因为朱立伦是明确在全国人民面前号召大家干一件违法的事，你有什么理由？你有什么政治迫害？你自己去论述。可是这件事情是违法的事啊，那你今天这个事情难道还需要刘世芳认证吗？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419到426一直到你看到那个中间过程的一些搜索啦，或现在有包括羁押的一些，那高雄也有出现像这样的一些案例。那对于蓝营来讲的话，是不是真的压力很大，或是在整个在拼场上面？好，我们先回到419跟426，将军刚才讲到。你很少在国内的场合会看到那两面旗子同时出现，是。那可是它出现了，包括这次看到419主轴叫反共，对，我们在节目大家也常聊，其实反共是国民党长期以来应该是国民党神主牌，对，应该算是嘛，您在国民党待了这么久，对，所以林涛刚第一个一定要先讲红共，就要反红共，然后接下来说反绿共。可是现在看起来，霸团也用反共这一块。然后刚才讲两个旗子在那个地方，当然我们也会讲说过程当中，因为总是有一些蓝营的人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啦，或者什么这些，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是不是也会被大家特别的关注？我先讲国民党人讲说反中共，林涛我目前听到第一个，绝大多数我反共，我反共不反中，林涛是最勇敢讲出他反中共的，这了不起，这两个给按个赞。可是你想想看，那在国民党里面，如果讲反中共、反习近平，如果有市场，为什么国民党不讲？没市场，没有市场。可是，在一般的坊间讲反中共、反习近平有市场，为什么我这么讲？我先讲如果在国民党的内部讲反中共、反习近平有市场，请问这位前主席在干什么？我们在拼了命在反中共的时候，洪秀柱前主席去见宋涛，你不要告诉我说宋涛是中不是共，他就是中共。还是高级官员，大家一面反中共的时候，洪秀柱前主席去见宋涛，反中共，反红共，要把他开除，把洪秀柱开除，你违反了中国国民党反共产党的党章，那么开除不会。所以说反共在国民党里面，尤其反中共没有市场。
你违反了中国国民党反共产党的党章，那么开除不会。所以说反共在国民党里面，尤其反中共没有市场。那这个旗子哈，我讲这个旗子我4月19号，我从台大医院站下车，我一路走进去，我就看到了有国旗，也有台独旗，还有日本国旗，还有美国国旗，还有乌克兰国旗。我看到很多，这是我参加过各种在凯道前面的活动我看不到的。我从年金改革，我参加凯道的活动，第一次我是主持人，我一眼放眼望去都是国旗，连国民党党旗都没有。我在反年改的时候，下面全都是国旗。后来到了韩国瑜要选总统的时候，我去当主持人，下面除了党旗就是国旗。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在那个场合出现一面台独旗会怎么样？会不会打趴？我跟你讲，会不会打到趴？那另外，我离开国民党之后，我参加过很多独派的活动。那我是民国派，他是独派哦。我们两个本来是不相容的。我去了之后，我没有看到国旗，独派全都是台独旗。如果在那个独派的场合里看到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会怎样？我就不见得会被打了，一定被赶走，或者是劝说你不要拿这个旗出来。可昨天我看到了，放下，彼此放下立场。那你想想看，是谁有这么大的力量，让这两面不同立场的旗子绑在一起？习近平。习近平那种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习近平那种所谓的除了统就是独，让这两面旗子站在一起，了不起我说嘛，我记得早期我在国民党中央开会的时候，我说什么时候可以把中华民国境内所有的立场放下，大家团结在一起，习近平就要怕了。我告诉大家，这个画面是习近平最不想看到。习近平拼了命要分化中华民国2350万人，把你分成统派、红统派、独派、民国派，让你4派去乱打。现在这除了红统派以外绑在一起了。这习近平，我看到这个，他一定胆战心惊，台湾不好拿下了，这就叫团结。那其实昨天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在台上，我上去这个演讲，邱维邦将军是标准的蓝统派。当他讲我是老兵，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告诉你，台下国旗哇疯狂挥舞，台独旗没有挥。等到王义川上台他说我们是咱是什么台湾的朋友，然后站起来了，哇，台独旗猛挥，国旗没挥。最后我上去我说，我们的目的不管是什么，就是反共反统战，对不对？一起挥，你就知道吗？这叫什么？这叫做融合，放下，彼此包容。一致反共，所以在现场只有一种旗不会出现，叫做红统的5星旗，还有这些支持红统的政党不会出现。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因为其中有某位朋友叫 Grace， 他说你去找找看，如果可以找到一辆游览车，一辆车我输1000块，他就拼命去找，找不到，找不到，这没有游览车嘛，因为这各地来的嘛，有花莲来的，有南投来的，各地都有来了。而且我要旁边一排罢免团体的帐篷，一排，里面有什么？有老兵，有老兵在帮忙当志工，也有那种独派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跟我照相，他说：“将军，我跟你照相好不好？”我说：“好啊。”我说：“你自己来。”我爸爸来。我说：“你爸在哪里？”他说：“我爸爸不过来。”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爸爸以前在骂你，说你是背骨。我说：“为什么说我背骨？”他说：“因为你离开国民党，他认为你是背骨。”我说：“没关系啊，我支持中华民国就好。”他爸爸在帐篷里跟我敬礼，我操，那就是我爸。我就跟他回个礼，就表示什么？再多的误会，为了反共，为了反中共，为了反习近平，为了保卫三民主义、自由民主的国家，可以放下。将军刚刚讲的这一段，那419的过程当中的论述，后者我可以直接这样讲：这次罢免大战过程当中，因为打到2阶如果要过3阶，那就是跟投票是一样的，反正就是要投票了，各自都希望找到最大公约数嘛，能够把自己的票全部都吹出来最重要嘛。那看将军刚才这个描述跟冠廷的描述，就在讲说这一场419就是想见把各路人马，除了红统派、除了5星旗以外，其他台湾各种力量都结合。如果照冠廷跟将军的论述，那对蓝营来讲，当然会希望最大公约数我能够拉到最大公约数，那更好啊。可是这一场看起来的话，跟426，你觉得蓝营的那个场子或各方面能够把最大公约数吹出来吗？我觉得不太蓝营可能目前的状况来讲有点危险。就是说，因为
原本的状况，如果说只有说国民党原本的反绿共反罢免的话，或许还比较容易。问题就是蒋万安现在丢一个倒阁出来之后，就变得很麻烦。好，就是说我先讲蒋万安好，就是说很多人都在讲说蒋万安为什么会丢倒阁出来，有人说蒋万安硬起来，蓝营深蓝觉得蒋万安好棒棒，改变人设跟以前不一样。我认为蒋万安是祸水东引啊，好，就是说把所有问题都丢给朱立伦。我先讲啦哈，你看哈，国民党黄旅被抄这件事情哈，就说减掉全台大办案嘛，对不对？国民党台南市长都被收嘛，对不对？然后副主委被压嘛，对不对？啊，主委嘞，有约谈吗？还没有嘛，对不对？啊，为什么国民党执政县是第一个找的是你找这件事情蒋万安？好，抄到你家大门口，把你党部收了之后，把黄旅扣进去，对不对？跨力水小嘛，他敢不敢？你看新北敢不敢去动侯友宜的？还是中检敢不敢去动卢秀燕？去到那个地方，卢秀燕跟侯友宜会帮你耍，你就我去那个地方讲20分钟就回家，不可能嘛？就看你蒋万安没有嘛？那蒋万安的状况原本就是温良恭俭让，原本就是守法好宝宝，对不对？所以他到那个地方之后，他做什么事情？我只到20分钟，那个朱立伦都还没来之前，我就赶快让杠，然后我在第一次举牌之前我就走，说什么我都负责，在第一次举牌之前我就走。他如果不喊倒戈，他走得掉吗？对不对？你就总要丢点东西的意思吗？他如果不喊倒戈，走得掉吗？所有台北市的公职都陪他陪在那陪到凌晨，连续2天，只有你蒋万安讲了20分钟就可以走。冠霖，我们就想最简单的，太阳花的时候进行政院，民进党哪一个敢绕跑？对不对？每一个整排的全部都坐在那边，不管你是不是现职，都坐在那边。蒋万安的状况就是说，我丢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我才能脱身嘛，对不对？所有人都去骂朱立伦软弱，蒋万安好棒棒，蒋万安站起来了，硬起来了，对不对？好啦，你现在状况现在来啦。明天原本要讨论的是426怎么办？现在明天要讨论的是什么？你民众党支不支持倒戈？对不对？已经有媒体开始蓝媒回头开始骂黄国昌啦，自私自利啊，机关算尽啊，对不对？明天的状况，黄国昌为什么要直播？不直播，我光这些事情我就被你搞死啊！你现在状况就是你就是喊一喊到别人乱，水搅浑了之后我就脱身嘛，对不对？现在国民党谁都知道是个假议题，但是蒋万安现在状况变得他好棒棒。问题是我这样，你今天讲你把蓝白切成3块之后，你426要怎么办呢？好，426，我跟你讲，426黄国昌怎么上台？上台之后就一堆人骂说你为什么不支持倒戈？你告诉我那个场景会变成什么样？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那就变成任俊，照刚刚后置讲，一个国民党，第一个尤其在台北办。那这一次大家讲台北，到目前看起来是重灾区嘛？你都没想到为什么会是在所谓的天龙国，结果后来这次看起来要过2阶的，看起来5个搞不好，如果最差搞不好5个都会过。那目前看，包括罢传公布的已经过好几个，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每个人都一定在这个时候打仗打气势嘛。那目前看，包括罢传公布的已经过好几个，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每个人都一定在这个时候打仗打气势嘛，气势要拿出来嘛。当人家阵营讲，刚将军讲说，你去找到一部游览车，我输你1000，好，你不管我有没有找游览车，可是我能够动员的也是我的人嘛。那好歹大家气势阵势摆出来嘛。是。可是如果一个阵营好分3块，然后包括白营到底要不是还讲说白营明天他们开会要讨论白营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在。426出来，然后大家是不是要区隔开？你是蓝营，我是白营，大家各有一半。不是这个场合，你光这样讲起来，那426到底要怎么办？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办这个426的活动啊，大概先寻求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啊，先求有再求好，就先办个活动再说嘛。因为国民党确实有个压力啊。我刚刚听到这个林涛兄说定调主轴啊，很清楚，叫做反绿共，把民主还给台湾嘛啊。
最少在今天中午之前，我问了几个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我说啊，你们426你们要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我问到的啦，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主轴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林涛说他今天都在党中央开会嘛，定调出来了，但最少。中午的时候中午之前我问到是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们认同应该办个活动，为什么？因为现在对于国民党支持者来讲，朱立伦很多人把矛头对向朱立伦，因为不知道你到底朱立伦要干嘛。从前面的那个2个公投到现在为止甚至说遇到说黄旅锦如的这个情况，黄旅锦如是一个很特别的状态啦比如说刚刚这个林涛兄很生气，认为说你检察官根本没有证据那个法官明察秋毫认定说没有直接这个相关的证据但如果今天法官这么的棒，那有一个书记长叫初文清，有一个总干事叫做姚富文，那法官认定从检察官所送的这个基证里面，认定他们有行使伪造私文书，还有非法利用他人个人资料，而且不是只有1个2个，应该是蛮大量的。那请问这一块要不要也认为检察官好棒？因为他说服，而且这2个是国民党的党工啊。就黄旅之所以会能够无保请回，那个上面写得很清楚，没有直接证据去相关联说他知情或者他order，但是你确实有2个党工在这一块，法官认为说检察官送的资料是有道理的，所以这2个被羁押嘛。那共同伪造文书的这一块，而且那非法使用这个他人资料，那请问资料从哪来？又是党工，当然会被人家质疑，直接认为说你就是党的资料嘛。你如果台北是这样吗？新北呢？台南呢？其他都在办的过程当中，都跟国民党的党部、地方党部有牵连上关系啦。所以我又回来看，就是说，对于国民党现在来讲，他当然希望能够壮大声势，但蒋万安抛出那一个这个要倒阁的这件事情，那天他一丢，我就开始打电话找国民党的立委，然后我就打通了几个，也有人刚好就在现场。就站在蒋万安的旁边，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蒋万安丢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你们？我负责任的讲，我打通几个都跟我说没听过，没有人跟他沟通过。有一个比较保留一点，他说不知道蒋万安有没有跟党团干部说过。那好，我的答案是我问到也是没有。好，那问题就来了就是你要倒阁到今天蒋万安还在强调，他认为倒阁是一个起步。这就是说明天的这个见面他也认为说倒阁还是应该拿出来谈。那问题就来了，当民众党已经摆明了告诉你说我没有要跟你倒阁嘛，黄国昌的那个讲法更直接了，赖清德不辞职倒阁干什么？然后可以跟你讲，赖清德一定不会辞职。不，他还希望赖清德明天一起参加在野领袖。对啊，对，在野的对，那你就召开国事会议，我都觉得还能理解，对不对？你就说希望赖清德一起坐下来参加在野领袖，如果参加这个名字就可以改。对，就可以改。那朝野高峰会，那变谁主办我也不知道了但现在看起来，就是光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立场就完全不同。黄国昌实际上就耍了一个花枪，打了一个高空嘛对于任何要见面议题我不设限，为什么？因为尊重国民党。但是他唯一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开直播。那请问这个到最后会达成什么状态？过去我们看过多少政党说要坐下来开直播，有啦，很多都是那个前面开个30分钟，后面就关门嘛不嘛，就是真的要全程直播，到最后都是没有成型的，就是连办都办不起来的因为很简单嘛，你今天在这整件事情上，民众党已经讲了民众党已经透过媒体讲说什么2月26号的那一天，他们呢会出席，但是要跟国民党的划清，对，做区隔这你要怎么做区隔呢？是我这一块是民众党，还是我的议题主张跟你不同？因为光刚刚提到的那个反绿共的那一个，你如果在当场你不喊倒阁，请问你要做什么？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帽子，就是我要反绿共，我要反这个反那个，反这个反那个。可是你没有具体的主张跟作为的时候，没有具体作为啦，你这一步路是走不下去的啦。老实讲我知道几个台北市议员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党中央还没下令，但他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要动员，可能连中南部都要一起动员上来，不然难看嘛。党主席已经喊了嘛，那一天其实你看他2次一次到北检嘛。第2次说，因为觉得不行会有违法之余所以他们后来就改了一个位置，那个位置离北检还真的到离北院也还蛮远的但
但是你会发现到那一天到的党公职，其实比支持者差不多还要多，因为没有人动员。那你光几个党公职在那里喊，你激不起支持者，他愿意跟你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活动就失效了。所以为什么办这一个？那你动员人场起来，他们现在讲啊，目标你看那个昨天那个礼拜天的那个场子说55000人嘛，那你国民党要动多少人？其实这些党公职已经心里有数了啦，就是说啊，好吧，你们就我们大概知道，就每个人要动员多少车辆来。可是问题回来了，你看昨天在凯道的那一场哦，就是昨天他们那个刚刚看的那个画面嘛啊，礼拜6 419那个哦，他其实主轴很清楚的告诉你，我就是针对罢免。我就是针对罢免的这件事情。好，那国民党呢？你自己要反罢免，你也推动了10几个罢免。那你要怎么去告诉支持者，假如我反对民进党的罢免，但是请你支持我的罢免？我跟你讲，这一段从一开始国民党推到现在为止，他支持者过不去的坎就在这里。你要我怎么个错乱法？更不要说我因为范老师被欺负。然后范老师没办法回应，为什么？因为那区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我们联合别人去欺负冠廷。对冠廷那个选区的人来讲，那干我什么事啊？就是老范也不是我这选区的，那你叫我说因为老范我要一起生气的起来去弄别人。就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其实国民党支持者还是没有办法去告诉他的党说，我愿意站起来嘛。所以你说今天要办这个，想办法把民众党拉上来。说实话啦，当民众党已经告诉你讲说，国民党提的主张我是反对的，那今天坐下来，那你要跟他说什么啊？我们一起反对赖清德嘛？那不就是共识啦？那让观众们先看一下，范老师，您要回应这个以前，先让你看一下，就是包括。国民党朱立伦主席，然后民众党黄国昌主席，针对明天在高峰会的时候，他们各自说了什么？来，我们要把台湾的民主救回来，要把台湾的民主还给台湾，所以我特别跟民众党黄国昌主席，我们预计在后天早上见面，我们共商国事。跟朱立伦主席明天所安排的会面。讨论的内容，因为会议的过程全程公开，基于对于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主席的尊重，我不便在这边先预设明天会谈什么样子的内容。明天的聚会，其实我真的非常希望，其实赖清德主席能够一起参与的话，我相信是国家之福。也是社会之福。来，范老师，而且这场如果照媒体报道的话，应该是国民党这个地方希望跟黄国昌主席见面。应该是国民党这边提的，对，我们先邀那个4月26，然后大家对谈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有一个在野峰会来聚焦。OK， 好，那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国民党会希望广纳盟友。那尤其白营这一块，好歹在投票的时候，如果到3阶的时候，那白营的人，那你不管讲黄国昌有没有仇恨值，可是支持者也是1人1票嘛。那希望能这样。那黄国昌刚才的态度，包括426，如果大家各去个，还没有去就讲先讲你那一区哦，我这一区哦。那像刚刚任俊讲的，也不知道大家口号上或各方面来讲会不会出现尴尬或什么。可是你总是要把场子做出来，因为第一个场子形式上一定会跟419做一个比较嘛。第二个实质上的内容，包括朱立伦从那之后整件事情一开始，当徐小清他们喊说感觉上群龙无首的时候。所以有没有发现朱立伦那时候什么战独裁啊或什么就开始积极了，所有的党公职那是赖清德那时候在台南讲的卡起来，他没有叫他们卡起来，他是讲说大家出来，然后包括到北检外面，后来第2天到北院外面，所有这些，可是现在看起来这所有的动作是表示国民党真的认为这次的罢免真的打到痛脚了吗？黄国昌真的是3句不离赖清德了，没有赖清德他活不下去啊，这是你们。蓝白要讨论，你把赖清德找来干嘛？对不对？光是维安就很麻烦啊，可能要好找钱，就要看啥场地嘛。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就在蹭赖清德嘛。他现在讲说你们要倒阁可以，赖清德一起先辞职。你是法律学博士你搞清楚我们总统是有任期保障的
你要怎么压辞职？他为什么要跟这个解散国会同进退呢？这什么体制嘛？所以我觉得真的都慌了啦。但我刚刚觉得说，国民党最近在打这个绿共嘛，我看张善政也在讲绿共，我觉得这个绿共这个名词很怪。第一个，他绿当然是民进党，民进党有支持共产主义吗？没有啊。民进党有支持共产党吗？所以这个绿共就逻辑不通嘛。你说红共，我可以接受，因为共产党颜色是红色的嘛，国旗是红色的，他们支持共产主义，这我可以理解嘛。那蓝营是什么？我说你蓝统，是不是？你是不是蓝营是老统的？所以我觉得挂这个帽子没有意义。你等一下。来，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等一下范老师回应你，为什么你们要叫他们绿共？对，绿共就是民进党，现在就是共产党的形状啊！你看他的作为，通通都是共产党的做法。他去跟你选书嘛，民主国家选应该4年1次嘛，共产党没有选举啊，他选书翻桌嘛，然后他拿丝把去给你砍嘛，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现在的民进党是感觉是绿共。那我必须讲这一件事情是很完整的。红共影响中华民国的安全，我们反对红共。绿共影响台湾的发展跟团结，我们反对绿共。来，范老师，我觉得这个林涛对共产党不太了解，他们没有选举，他们也没有什么选完1年就，他们选举是形式的嘛，他们也没有司法嘛，所以你说那你要讲那黄旅举如为什么法官叫他5保，表示我们台湾司法是值得信赖的啊，你们就不要再说什么法院是民进党开的啊，所以我觉得讲这个绿共，当然叫形容这个赖清德是独裁者。那如果真的独裁，你426怎么可能还上街头呢？我就戒严起来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就跟一般的常识不通嘛。你今天还能够让林涛这边骂民进党骂得那么大声，骂赖清德，台湾的言论自由在全世界排名都是前3名呢。所以我觉得硬要说什么我们要反独裁，要救民主，你救什么民主？你上个礼拜是明明是不准游行示威的地方法院门口，你在那边违法示威，你救什么民主？是你在践踏民主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常识。然后你说办蓝不办绿啊，怎么样？你国民党要罢免民进党17个立委，结果你有1784个死人联署，这作弊作弊被老师抓到了，还把老师痛打一顿。你怎么会抓我作弊？作弊还那么义正言辞有没有羞耻心啊？罢团罢国民党35个立委，只有12个是死亡联署，而且很多都是个位数，都1个2个，那自然现象嘛。我如果是国民党的主席，这些涉及的相关的党的这个收押的像这个台南市的2个副主委开除党籍，这是台北市党部被收押的2个人，什么书记长朱文清什么干事长这个杨尚文开除党籍，因为你们被收押了，这才是真的嘛。所以大家觉得国民党是非不分，做死亡联署的人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被保护起来了。然后呢，这个该褒扬的没有褒扬这样周小平讲真话，还差点被开除党籍。所以我觉得这就跟一般老百姓的判断最基本判断就完全不同嘛。所以难怪为什么这个3月31上个月31号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美丽岛电子报对民进党并不是这个开心的好感度民进党是52.7%，跟上个月增加了9.1%，9.1%幅度很大。反感度是40.9%，还减了4.8%。国民党的好感度只有27.2%，国民党的好感度比民进党的好感度差了25.5%，你根本看不到车尾灯啊！国民党的反感度是61.2%，超过60%，比上个月增加的6.5%。我不要讲，你国民党继续讲绿共，你继续讲这个办蓝不办绿，我这个只会让台湾中间选民大家会认为你国民党到底在干嘛嘛？你的好感度快往下走嘛？所以我觉得刚才领导很大声，但是我们说理直气壮，你气很壮，但是理不直的情况，你讲得越大声，只会引发更大的反弹。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就针对大家的质疑，第一个，你有没有死亡联署？死亡联署的人要不要用党纪处分？要用最严厉的处分嘛？所以我为什么公开讲？朱立伦今天要减少大罢免，第一个把傅昆萁从这个总召的位置拿掉。要不是傅昆萁去年当上总召，国民党就不会那么糟心嘛，不会4月份去见了宋涛、国台那个政协主席回来就推这个立法院的扣权法案嘛，要总统要到立法来咨询等等立法院有调查权，也不会狂删我们的预算嘛。
删到我们的护照哦。我们今天新闻，我们的护照新版护照到10月就全部用完了，然后到12月全部库存都没有了。要办护照的人是没有新护照可以领的，出不了国，这笔账算谁头上？谁头上？当然国民党嘛。所以我真的觉得啦，国民党到今天还不知道悔改，还在那边帮帮这些死亡联署辩护。那大家只会觉得你这个党根本就是完全的不知悔改。对不起，我插一下，虽然那个林佳龙是冠廷以前老板，我真的要讲，今天讲到护照这个事情真是没道理。因为那个预算是动的，那预算不是删呐。你今天外交部不送解冻案来，好，你去查查看有没有解冻案。民进党的召委一天到晚在排考察，不排解冻案。这样有道理吗？你现在可以预测说，我10月之前我解冻案都不会过吗？对。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件事情上面，就他现在都把动跟删放在一起了，但是动跟删是不一样的啦。好，那民进党今天来讲，不去努力推解冻，让自己考过，然后现在的状况是，所有解冻案行政院都不送。民进党今天来讲，不去努力推解冻，让自己考过，然后现在的状况是，所有解冻案行政院都不送。好，然后民进党稍微一天到晚排考察，然后说你看在野党对国家多坏，你明年你马上就没有护照办，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道理啊。所以说我稍微回应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解冻跟历年有一个很大不一样，是这一次很多的冻结案是要送大会的，所以现在是行政院只有浅见。只有浅见，不止，只有浅见。外交部真的。外交部，你最好跟我讲护照要送大会。真的，因为现在这样讲，护照没有送大会啦，不要扯那个啦。让我讲一下然后因为现在行政院跟立法院在讨论送解冻的时间，所以行政院会整体没有讨论啊。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有什么需要讨论？以往各部会直接送就送了，什么时候需要讨论过？我觉得这次民党在恶劣这件事情，在护照这件事情上是恶劣的。虽然我一直对林佳龙很欣赏，但我觉得今天这个话是讲过分。因为真的，如果今天在网络上也在传嘛，就民进党就故意不送，然后让全民看到了你拿不到护照都是国民党的错。如果民进党能做不做这样子的话，民进党该受到严厉的谴责。而且我觉得民进党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恶果，所以你明明可以做，为什么不做？那你就是故意的把这个罪推给国民党。但如果说民进党有做那是这个谣言，那我也希望民进党政府或者外交部长出来说清楚讲明白。因为其实今天有讲了，我先讲，嘉龙部长他有讲说，其实现在立法院如果把部分的解冻程序回委员会，我们马上送，所以没有不送的事情。这可能再厘清一下。我跟你讲，其实林佳龙这的话就是打擦边球啦，他也不敢讲说这个东西就是会发生啦，但是他就是打擦边球，因为我觉得林佳龙算人品好的啦。所以他是打擦边球，他不敢直接把帽子扣上去。他说，如果现在的状况维持下去，的确会发生这个状况。OK， 林涛，要不要先回应一下范老师刚刚直接讲的？对，说你们作弊，然后什么那个什么，然后朱立伦要开除这些人啊，以正视听啊这些，我维护他们。我听他讲，因为我对刚才厚之哥跟冠廷讲的这一段非常有感。为什么？因为其实外交部刚才讲煽动，厚之哥已经讲了。第二个呢，你知道所有的民众去所有的这个出口平台有什么？他说，为什么护照的钱印不出来，罢免书的钱可以一直印？然后他讲说，我们去办护照，民众有没有缴钱？有啊，哇塞民众缴钱印不出来护照我缴钱干嘛我钱缴到哪里？那一本不是便宜的就民众会有直观这种感受，所以民进党上次在讲什么？监察院的卫生纸没了。然后中办的电灯关掉了，不要再搞这个了，因为呢，之前那个陆委会在讲说冷气跟那个我们讲电梯没了，结果陆委会增加1.1的预算。我讲回来刚才范老师讲的，就是说伪造文书跟集邮法这两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要讲绿共啊？我讲很简单，过去我们在讲说你罢绿的这一些公民团体，你其实是有差别待遇的，因为中选会送给最高检的比例，你没有查嘛？第二个，如果以过去伪造文书的案子没有大搜索大羁押的，五哥这个案子这个罪，你用搜索羁押，到现在还很多人在押。第二件事情，你讲说妨碍公务跟这个集邮法，过去在2008年马政府执政的时候，苏治芬的罪，代理县长民进党局去包围云林县地检署，没办。王定宇恐吓北检说陈玉玲的案子不办，包围北检。柯建铭也出来包围北检。这两个案子，一个有包围，一个用恐吓的，没有办，没有办。如果今天
这个蔡英文到柯建铭到王定宇到苏治芬的案子去做这个集邮法，去做包围北检，通通都没有办。你赖清德真的超越所有的总统。对，你不能说我以前这个马路我闯红灯都没被开罚单，结果现在因为有电子执法，我被拍到了。为什么以前不开罚单，现在给我罚单？可以这样讲吗？民进党以前没有办，民进党是最支持自由在这个街头运动的政党，在以前是这样子。如果用民进党的标准来看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范老师在讲的是宪法的不法的平等，我通通可以接受。可如果以民进党的标准，2008是这样，到达2025年的今天，民进党是不是已经变成绿共了？不是、啊，你为什么一直觉得地检署是我们叫的？不是吧？检察官他自己有他独立侦查、啊，他认为这犯罪事实明不明确啊？朱立伦就跳出来头给人家砍啊，哪一个人跳出来讲哇号召所有人到前面啊？检察官不用问一下吗？那检察官目前还没起诉啊，你去问一下，说明一下，你是多么的受到不公不义，需要到这里来集会游行。啊！你们就跳成这样，都是过头了啦。不，林涛还有一段，刚刚范老师讲的有一个主轴，就林涛刚提的意思是说，这些罪要不要用到这么大的比例，然后比例原则上面，你们要讲这一段。范老师刚讲的有一段是，但是死亡联署这归根究底，它是不是就是一个错的事？如果错的事的话，党主席要不要最起码针对这些事情出来做个表态？因为像赵康他是在镜头前面，他是直接讲说有没有死亡联署。他说应该有吧，那要不然比例不会出现这么多，是这个样。那可是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错的，主席要不要出来表态一下，或是针对有这样做这样事的人，自己党里面有没有人的处分？至于司法上面，你刚刚讲的手段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吗？因为这是可以拆开两边讨论的，有必要这样说。范老师刚刚其实也是这一部分，有必要讨论这个吗？对，我觉得有必要讨论，而且我要提最新的2个案子。我刚才是提2008嘛，我要提这2年的案子。一个是当时候联署郭台铭选总统有5000多个，5900多个，这个我们讲到死亡联署、幽灵联署，到最后这个地检署是直接这个侦结，连搜查、连起诉都没有，直接侦结。第2个案子罢韩是其事，当时候高雄地检署在查的时候，95个百人，当时候是1000多个，后来样态有不一样，95个写在不起诉书里面。当时候这个案子，我先讲内容哦。当时候这个案子是第一个，他没有大搜索；第2个，有5个人涉案，他只查4个，他就觉得第5个不用问了；第3个，他认为笔迹的认定不能这个直接说公民团体是抄袭，因为公民团体是收件的人。最后这个案子，幽灵联署、死亡联署等等96件，后来在起诉书里面不起诉处分。OK， 所以我想讲的是说，如果这2年的案子，一个是4900多份5000份，一个是95份，不管怎么样的案子查出来都是不起诉，没有搜索，没有羁押的话，为什么现在大刀在砍国民党？因为你们修法。对。那林涛还有一个，你刚才还没回，那党主席需要针对这件事情，那是不是一个错的事？要不要做个表态，或是党里面有？譬如刚才最严重是开除啦，或什么，要不要需不需要有这样？因为这个罢免团体有一些是有党之前的助理，我们就讲嘛，之前助理嘛，有的是真的公民团体。我觉得这个样态还是尊重到最后地方选委会跟中选会的认定。那我必须讲，如果今天发生这个样态，那到底要看嘛？因为譬如说，在这个花莲的案子，罢免团体说，我什么4000多份不符合中选会的，一定有内贼，对不对？大家都有他的理由。OK， 但如果连花莲4000多份就是内贼啊，别人就是抄，别人就是搜索的，别人都没有卧底，那我觉得这中国我觉得这个林涛讲的是把政治问题跟法律问题混在一起了。这个朱立伦要表态是政治问题，好，那至于你说之前有的案子联署也有造假，然后人家就是废票嘛，现在干嘛要发动大动作？发大动作？那每个案子的情节不一样啊，每个侦办的检察官的立场不一样啊，法官也不一样啊，你不能说他可以他闯红灯没开罚单，我闯红灯为什么他不开罚单？这2个案子不一样嘛，2个情况不一样啊。没有不法的平等是在法条之的比对，但现在是同样案例在判决是出来是这样，所以不能再用宪法的不法平等来类比这个案例。那你可以质疑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开搜索？是不是检察官说？我是政治系的，是要法官同意嘛？你不能说法官同意搜索法官就是民进党的，然后法官让黄吕锦如这个无法讲回来，你说法官是公正的，那完全是按照蓝绿嘛，所以你还说什么半蓝不半绿？没有立场讲这句话。我今天早上看到在那个
立法院的质询，王宏伟委员有问那个法务部部长，就说他是口误了，他说为什么罢免郭台铭没有办？他不是罢，他是联署要选总统。其实现在这么多个案子，联署的这个第一阶段的有哪一个起诉？没有吧？一个都还没起诉啊，只是侦查中嘛，就是都有在侦查。郭台铭当然有侦查，从北到南，从议长到蓝的绿的都羁押啦。周典论有没有被羁押？有。这个范连成有没有被羁押？我们桃园好几个绿的之前的那个市议员有没有被羁押？都有被羁押，都有押到后，而且押蛮久的，押过年呢，押完过年，最后好像不起诉嘛，都放出来了。不是不羁押，有押。郭台铭的案子，我认识好几个帮他联署的都被押了，那现在包含黄旅、台北啊、台南这些没有起诉还在侦查嘛，还没有起诉，对，因为怕你串供，所以羁押了嘛，没有一个起诉的，所以说不是不办，都在办，那办到最后后面的结果不知道，那就看你最后所提出来的证据跟这个所谓抄袭、死亡联署，他有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如果说到检察官、说到法官服了，那当然不起诉嘛，所以没有什么办蓝不办绿啦，只有你有没有做，你有没有抄，你有没有伪造，有伪造，我们希望法官真的从严办，此风不可长。我补一句啊，就是说，大家不要忘了，高雄双霸节这个徐尚贤，他当初是帮郭台铭联署的要角，好，那检察官现在把他压了，那当初的东西嘞，会不会是同一份名单？对不对？会不会是同一份名单？你现在要办的时候，你这件事情那件事情要不要拿出来办？对不对？他不会删除好几份名单嘛，对不对？他帮郭台铭联署的名单，对不对？那你现在郭台铭的案子现在到底要怎么办？因为郭台铭有一些的确是重办，但是郭台铭本身自己那个系统是毫发无伤对不对？都是周边那些人倒霉，包括黑道的，包括议长这些人，他自己的系统到目前为止没事。你检察官这个案子要重启调查。来冠廷，我觉得我现在讲逻辑问题啦。国民党在修选罢法的时候，态度上面应该是认为说伪造文书应该要更严格的标准，台湾应该对这样子的事情有更严厉的一个刑罚，所以才会把它修到选罢法里面。然后因为以前伪造文书，它相关的要件可能比较困难嘛，选罢法之后更明确化了嘛。其实简单来讲，我只要没有让当事人他同意，我就用了他名字，我就违反选罢法了嘛。那翁小玲的画面历历在目嘛，今天这个画面在网络上就疯传了 N 天了嘛。哇，翁小玲讲的真有道理。翁小玲把这个选罢法当中的联署造假关5年，警告罢免团体不要以身试法，然后结果现在变怎样？今天国民党的逻辑已经变成是这个是叫小事哦，连翁小玲自己都会改成，哎呀，这只是小事啊。不是，国民党的标准可不可以一致一点？我现在没给你论法，你们如果认为违法联署是十恶不赦的，因此修法，而且过了，而现在用这个法去办，你就不应该跳出来讲说检察官办这个法是有问题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会让人家错乱。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件事情一路往下烧，你会发现，尤其面对到罢免的相关一些的立委最近的一些的动作，是不是也引起大家非常多的一些关注？那说实话，不会有人没有压力啦，只是那个压力上面要用什么样一些方式？譬如说，你说像罗强，那最近上在地检署前面，那用字遣词非常重。那巧芯他们当然在一些地方要宣讲，如果真的过了2届的话，3阶那可能就是大家要一路要拼了。冠廷，对，巧芯讲话用字遣词，像譬如说是像绿营的支持者，是不是有邪教化还是什么类似那些？这个词基本上我不知道，他后来有解释，他说是侧翼啦或者网军这些。我觉得徐巧芯现在状态就是放弃治疗。放弃治疗，就放弃治疗啊！没有，他这个你说2阶不用讨论，没有，就他不用讨论，就放弃治疗了嘛，就是冲了啊！不，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讲，意思是影射说，哎呦，要罢免我的人啊，民进党的爱投票，邪教，不然这个对他有任何帮助吗？没有，这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已经认定所有本来民进党的支持者会全部会出来罢免他了。什么意思？他是讲，意思是影射说，哎呦，要罢免我的人啊，民进党的爱投票，邪教，不然这个对他有任何帮助吗？没有，这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已经认定所有本来民进党的支持者会全部会出来罢免他了。所以他现在要干嘛？巩固他自己支持者嘛。所以我说他放弃治疗了嘛。我一直在讲徐巧芯的大战略已定，
他没有在管二阶了啦。甚至我认为他现在就是直接在直个，就是在拼最后的大投票，能够多挺一票讨厌民进党的，他就多挺一票啊。可是这真的会有帮助吗？我说也许他对他自己多少在生死门上面可以那个稍微挣扎一下，可是这个话会影响到谁？我看把人给给那洗尾掉了，这个事情就是会影响到全台其他各地的罢免。其他有多少55波，现在还在拼点数，很多选民还在那边思考说，这个人我不要罢免。举例，桃园，什么涂全基啊、牛许婷啊、鲁明哲啊，这你刚刚讲那两个都过了。对啊，万美玲啊，就2个过了，对不对？万美玲、鲁明哲还没啊，还在拼嘛。啊，这些要过不过的人，听到这个状况，你全部不冲出来，所以我说徐小新是自己放弃治疗，可是他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会影响到别人，因为他这个就是顾他自己，他最后仰赖一个事情就是他的选区蓝大于绿，那他用这个做法最后拼自己一线生机，但他影响到是我认为会因此影响其他要过不过的，过的几率会大大提高。OK， 任俊，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像譬如说第一个被罢团直接公布说过的是罗志祥，所以罗志祥最近在媒体上面的用字遣词非常的重，那巧芯当然你说他讲的那段，他自己大概也知道那段好词，当然是不太，他出来有解释，说他是指什么什么。但不管怎么说，所以你就会注意到蓝营的，尤其在北部这一带，那些委员只要可能知道可能会过或什么时候，那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些做法。就是刚才冠廷讲的，反正就是催出第3阶段吧，大家就各自做巩固基本盘的一个打法，现在就变成这样，但是可能会伤到其他人吗？我觉得蓝营面对到被罢免的情形哦，大概立委们他因应处置的方式哦，就是分2派，一派就是极度的保持低调。我们现在看到35个蓝委，我们再怎么讨论，也不过就徐巧芯、王宏慧、罗志强、叶元之这几个嘛，其他的我们会讨论吗？因为他不是不讨论他，而是因为他保持一个低调的方式。那个是低调，从现在被公布2阶的这个状态来看，看起来低调是有用的。好，就是说他最少不会在台面上成为大家讨论的对象。但是对于一些站在第一线要打绿营的这些人来讲，我记得我应该上礼拜我在这边就说过这件事，我认为他们会加重他的力道，因为很简单，当他发现到他这件事情，他连我已经这么激烈都没有办法去挽回我支持者愿意站在我这边，你觉得他这次会变得更为沉潜吗？不会了，因为跑掉就跑掉。他会担心那个媒体的效应是，当我开始变得中间一点的时候，他的支持者可能会觉得啊你弱了，人家骂你是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接下来每一个，你看罗志强，你们最好大家都报道我，每天都写我头条。那今天每天写他头条，他就赚到。因为他的支持会觉得，你看我们罗志强真的就是被欺负，大家骂他才有话题去作为延续嘛。他这几天对绿营的人在考 C， 另外一个是说，他不是讲说那个阿苗跟那个简书培，说他们2个人就是为了要去争那个要补选的那个立委或者什么。是。然后绿营的人是讲说是怎样，就是。那你要被罢掉才会有补选，你知道吗？就是说，所以这一段是在自己看衰自己，就有很多时候讲很多东西气归气了，是。但那个讲出来以后，当然，尤其在北检那个，他用字遣词是重到，什么检调是走狗啦，或者什么那些词，那些词一样也是符合你说的，反正就是要很凶，当然一定要态势做足，千万不能让支持者觉得，反正你自己都微掉了，那我还挺你干什么？你看，像那天我们另外一位好朋友李明贤嘛，我选举被没收啊！我以后连议员都不能选了啊！他讲的当然不是他自己想法，他是说有人这样告诉他嘛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当然对于这些蓝营的几个被公布的那几个啊，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他的选区都是属于外界认为比较深蓝，他会不会代表他的选区里面的那个选民结构其实已经在改变了？就像刚刚提到那个国旗跟那个台独旗啊。我个人比较认为，就是说那个国旗不太会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拿着旗子跑去那个地方跟你挥啦。我个人比较倾向认为，就是说，可能对于那些在场的那些所谓的台派来讲，他反而愿意拿中华民国的国旗出来。那这个国旗有没有影响力？对蓝营的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的影响力，来自于就是说，因为你光看那个画面的冲突，今天好多媒体人谁都引述了那一张画面嘛啊。但它会不会产生，就是说，对于这些蓝营的这些激烈的这些反应的这些，比如说立委们，他开始会有压力。我认为那个国旗会有，也就是曾几何时，蓝营的人早就不抱着那个国旗了，这也是个事实嘛。
就当你发现到中华民国不再只是你能够唯一提的时候，那他只好怎么样？就是刚刚林涛兄的那个反应嘛，你民进党就是共产党。那民进党跟共产党划为等号，我相信林涛的那个说法是说他的做法啦，他的行事风格像个共产党。但我真的必须讲，选民有多少的空间去跟你思考说，他的做法是怎么样？因为第一个是你违法在先吗？我说违法在先的是，如果没有刚刚提到的那些死亡联署，如果蓝营没有去要到北检前面，你不要跟我讲说以前多少个案子谁怎么样，那要举不完的啦。那如果按照这样，议员去搞那个助理费案，我们也可以讲啊，那个谁不是没罪，那个谁为什么缓刑，那个谁为什么会怎样？因为案子不同。所以我觉得对于国民党现在来讲，他其实真的最大的问题是徐巧芯点出来的那一个，就说。那你告诉我，我们这个党到底要干嘛？就群龙无首，不，到底要干嘛嘛？朱立伦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个龙头吗？蒋万安比他还像个龙头啦。虽然蒋万安讲那个话跟他个人没什么影响嘛，对不对？要不要罢免？要不要倒阁？蒋万安就出张嘴。我个人觉得，可是会有人认为说，你看他好歹提出了一个方法。朱立伦面对这个方法的说法是：我们要好好的讨论，任何都是一个选项。我们有讲跟没讲一样，还不如让林涛去做党主席。就是说，当你今天对于人家明白的告诉你可行不可行是一件事啊，但你连这个都没有作为的时候，好，那立委怎么办？他只好继续冲啊。他只好再继续冲。OK， 可是这个冲有没有帮助到其他人？老实讲，为什么很多的国民党，老实讲，你这样看嘛，一半嘛，差不多一半嘛。甚至我如果要更明白分，大概2/3是保持低调的。但是这个低调会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冲，这些人的往前走，然后导致他必须要面对？你看到那一天，光去北检前面几个国民党立委去。几个国民党立委愿意去那边，然后高声这个振臂疾呼的，基本上都是因为自己有被罢免的压力，然后诉诸于悲情，然后觉得自己很可怜，在这一波里面成为一个政治上面的牺牲者。你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一个场合或是那个诉求是能够拉拢到很多的民心，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是应该这样的时候，应该是所有的不管党公职，管你是不是远在高雄、屏东的或什么，应该都前仆后继的要扑上来，每个都巴不得上来讲个话。可是从人数或是所有那些看起来的话，显然没有这么师出有名的感觉。你是这个意思？协寻一下国民党的吴宗宪委员嘛，不要只提翁小林嘛。吴宗宪那个画面片段，网络上很多嘛。他如何告诉大家不应该用伪造文书的方式，不应该给他乱搞联署书，不应该怎么样？那吴宗宪委员去哪里了？他不见了，他比那些要被罢免的还要低调他不是法律专业吗？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你不管你要诉求任何的东西，你没有先给别人抓了一个把柄。你刚刚提到说那个国民党啊，今天啊，你知道为什么？马上有人传给我说，本来下午3点的时候，你看多少记者在门口等啊？对啊，等着干嘛？等着看戏啦。讲白一点叫等着看戏嘛。那5个大律师嘛，就什么样的状况会有检调亲自去送那个通知书？是有多么的10万火急啊！如果能够寄，就表示不是要今天谈嘛，就不是会今天约嘛。那你光这个新闻，你冷静坐来想一想，你就会知道说下午3点就要约他，然后传票亲自要去，那不叫传票，那叫压人了吧？那这直接要把人带走。结果后来说，检方说其实我们可以用寄的，那就表示不可能是今天啊。那谁把这个讯息放出来？谁要刻意去放一个讯息跟人家讲说，然后记者立刻就围在国民党党部前面？谁？你觉得谁嫌疑最大？我老实讲，我觉得是蓝营放出来的，不然你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可能吧。谁要刻意去放一个讯息跟人家讲说，然后记者立刻就围在国民党党部前面？谁？你觉得谁嫌疑最大？我老实讲，我觉得是蓝营放出来的，不然你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可能吧。不过这整件事情，话说回来，你自己感受到你们那几位，包括可能会面临到第3阶段的委员，那个压力性是真的很大吗？包括朱主席压力是不是也很大？巧芯公开讲说觉得群龙无首，这些对党中央
某种程度都是个压力。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样一些？除了你说426这些以外，你们还有什么样一些的步骤这些吗？蒋万安在提倒阁的时候，党中央知道吗？这件事？我先讲哈，就一件事情，像是刚才讲说，在北检前面连2天，那主席是直接到早上6点，2天都到早上6点。那你说这个像有一些委员不干他的事，或是说这一次没有被罢免的，有没有到现场？有啊，有一个叫做首谋谢龙介啊，他还是首谋啊，他还说，为什么这个传票啊，应该是用寄的，可是谢龙介他就是人家亲自。到立院去递给他，那代表这一件事情，这则新闻不是假的嘛，是真的嘛？因为真的要由检警再传嘛，因为谢龙介就证实有嘛，而且谢龙介他还讲说，好，你早上刘世芳呛我们，那请你刘部长带队来逮捕他，对不对？就讲的非常的慷慨激昂。但我觉得讲回来这一次的这个大罢免哦。我们当然觉得，就是说，这整个所有蓝绿被罢的立委都焦虑，也不是只有蓝焦虑。我相信这个双吴也很焦虑。那国民党处理这一个事情，当然有地方首长他可以抛出一些倡议，比如说倒阁。那倒阁是不是选项？那主席站在他的这个姿态来讲，所有都是选项，能够让大家维持立法院的席次的选项都是选项。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能不能把收集第2阶罢绿委的这些气势能增加，然后来做这个徐小新这些人的防守是有的。为什么？因为426的当天，就会设很多罢绿委的联署，在我刚才所有的公民团体都来报名了，就说旁边要设很多嘛。那所有的不管你全国来各地的都可以联署，我觉得这是一个做法。第二个呢，其实不只是426。你看说昨天为什么蒋万安跟朱主席会在那个台北市的场合遇到，然后提倒阁？因为那个就是帮巧芯来做一个陆战，他基本上已经进到陆战跟巷战了，这种帮他把支持者吹出来。因为说真的，罢免他的投票率一定低，那低的过程中支持你的人能不能激出来嘛？那一场一场的把所有巧芯的支持者激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防守，就是一个步骤。所以我觉得讲到现在啦，我真的觉得。很惨啦！台湾去年才刚选举完，1年内大家要重新操兵，很累耶，好不好？很累，可是很累，那就作战到底嘛。我们那一天在北检呢，第2天到凌晨3点多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他小孩在巴德国中，他骑他骑大的欧多拜在工地从桃园骑来现场找我，他说：“我跟你讲哦，你们哦。”不一定要动员我们啦，我自己出2台游览车。我想说，你可以叫大家自己来，不用出游览车的钱啊。就你知道吗？那些是庶民，他都觉得能够在4月26有一个发声的管道。那我必须先预告，一定只有426吗？后面还没有更大的吗？一定有吗？OK， 这样人家不是什么？国民党办了2场啊，如果你的第2场在那个你合法的那个地方哦，你要怎么去塑造英雄？我觉得 OK。但是北检的那一场要把它形塑成朱立伦待到极点，然后很累，所以他是个英雄。对不起，我没办法接受，因为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不 OK 的他就是不 OK 的。可是那该负责任其实那个蒋万安，因为他是用个人身份跑去那至于他有没有耍个花枪，说什么几分钟就跑走，那是他个人厉害的地方。但是他恢复台北市市长身份的时候，他还是必须要面对，因为那个地方能不能集会归台北市警局要去负责任，这是市长不能跑掉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刚刚提到说是个选项倒阁是很多选项，我同意选项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中午吃什么？你想吃这个你想吃这个我们大家各自提完就没了，那没有意义。要有一个人说好吧，那我们就吃这个。选项跟决策，蒋万安提，他是首都市长，而且他台北市有5席立委有可能要面临到进入第3阶，在黄旅的案子进了北检在查的过程，在大家说北检是个禁制区，北院外面是禁制区，在他到了现场的时候。丢出了传闻已久的倒阁，就因为这跟一般人或是我们在这轮节目大家讲一讲，毕竟不一样，所以才会引起大家好，包括朱一伦知不知道国民党有没有个人采行？那倒阁说的好，我先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倒阁叫做行政院长不信任案，那1/3的提议，1/2以上过的话，行政院长那要在10天以内辞职，同时他可以同时呈请总统
解散国会，好不好？也就是说，如果倒戈案过，那行政院长一定要下台，但是总统要不要解散国会不一定。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讲说，这个是杀手锏吗？意思就是要保这些，因为蒋万安今天再加码，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是，好不好？是。现在已经到了覆巢喽。好。意思是全国民党会被一锅端哦。那个巢指的是国民党还是指的台北市长？我不太敢确定啊。但是蒋万安一定有压力嘛。所以刚刚提到啊，如果蒋万安他认为说这个我的这个台北市里面有5个立委嘛。那这5个立委赞不赞成蒋万安提的倒戈案？最少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那5个有人出来说我赞成，我支持，我们5个愿意在立法院里面说服我们党团的人，大家一起干。所以建议是一件事情嘛，提供选项这个有很多，没有人做决策。到今天为止，朱立伦也没有做决策。选项到今天为止，请问2阶剩下几天？2阶剩下蓝委的应该是差不多了吧？这个礼拜，因为还要留一些时间造册那些嘛，是啊，就差不多了嘛。你今天要提你说期望民众党跟你在同，我个人认为啦，很难啦，很难啦。第三个事情刚刚林涛兄讲说，4月26号那一天，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作为呢？我们在周边就摆什么罢免的联署站。你们不就是要诉求反罢免吗？你们不就是认为我刚才不是已经讲了？我就说国民党现在的错乱就来自你一面要告诉你的支持者，就民进党搞罢免，你们这些搞罢免就是在搞共产党的行为。所以大家一起集合起来。我跟你讲，旁边有联署站，你们一起去联署，我们去罢免民进党的谁？就那个时候，而且再来，你各地动员的人，请问你在那里能收到几份联署书？OK。他也要在那个选区里面才有啊，所以你会发现他成为一个大拜拜。我刚刚先讲说先求有再求好，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先讲身体健康再求疗效。但我必须讲啊，国民党如果今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你连身体健康都做不到。OK， 因为对你的选民跟支持者，尤其对你的国民党的立委来说，这些人他会期望的是什么？是你今天办这个活动之后，能够催出更多的人来支持我啊！什么叫做大罢免？大罢免是个帽子啊！对于每一个选区的立委来讲，都叫做个案哦。OK， 对每一个选区的选民来讲，都叫做个案。怎么会有那种就是说我罢免单一个立委是一件事情，我大罢免是另外一个形式？可是如果蒋万安提了倒戈以后，范老师来，政治学教授，那蒋万安难道不知道倒戈所有这些规定吗？他也知道，这基本上一定要是朱立伦就整个政党大家往下走嘛。他在这抛出这些，如果照后续跟他讲，看起来党中央似乎不太知道像这样的一些，不是看起来是确定不知道，不知道，确定不知道。那党中央不知道，其他连台北市的立委都，但是徐小今天喊了另外一个，这些罢免委员要喊的一个就是蒋万安连任保卫战，对，意思就是罢掉我们。我在节目已经讲过800次了嘛，如果要是对蒋万安下面的几个立委被罢掉1个2个，对他的连任之路一定有影响嘛？对卢秀燕市长来讲的话，如果台中有什么产生，对2028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那现在徐小金正式喊出来了，蒋万安连任保卫战，就你们要罢我，把蒋万安拉着一起进来，所以倒戈跟这些全部都和在一起了。现在，所以徐小新今天的讲法就是把他的罢免跟这个蒋万安的连任绑在一起了。是啊。那我们就生死与共嘛，所以说如果我被罢掉，你就很难连任。对，那上个礼拜四在北检，我认为有一个人是我很意外他会出现，就是蒋万安。我认为有一个人是我很意外他会出现，就是蒋万安。因为蒋万安其实他是这个法律出身的嘛，律师嘛，他也很谨小慎微啦。我们都说他温良恭俭让啦。那这个明明是一个违法的活动，而且站在他对面的警察局的员警的帽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他的背章也有。你是台北市市长，你是台北市警察的大家长，结果你带头违法。但是我认为朱立伦为什么敢这样去呢？我觉得他就是蒋万安了。蒋万安为什么敢这样去呢？我觉得他已经就是豁出去了。他重点就是什么？就倒戈。那我认为他这个倒戈的想法不是那天忽然什么下午找了几个幕僚开会就那个了，他早就有这个想法。然后上个礼拜4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媒体都在。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而且如果是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想法，就跟朱主席讲
这些东西适不适合要去提？那为什么要自己这样提出来？因为他现在我提出方案啦，我是最具体的方案。上礼拜四有谁讲过具体的方案？就他，其他都喊口号嘛。赖清德独裁啊，赖清德下台，他讲那个。他讲的是什么？我已经告诉你，朱立伦，这是一个方法。到最后如果你不用啊，你硬要这个继续下去，那台北市的立委被罢掉，不是我的责任。这叫中国的外交部啊，常常警告各国一句话：勿谓言之不预啊。不要说我没有事先预告你哦。所以我觉得他在把他自己的政治责任给撇清。另外一方面，我认为你说像王宏威，他想不想倒戈？我认为他是想的。因为他去年当选是10.5万票，如果按照目前来讲，要罢免第3阶段是6.9万，等于说就类是容易的。如果他真的倒戈了，以我10万票，我在这个选区，我起码9死1生，我还有生的机会哦。可是今天如果按照目前罢免的趋势，我是坐以待毙耶。所以我觉得你是要死里求生，还是要坐以待毙？我觉得以黄宏威来讲。他觉得我宁可一战啊。范老师，如果照你这样讲，可不可以分？就是如果罢免可能状况比较危险的，都会比较倾向倒戈。对啊，就是因为重选的话，它就是选举嘛。对啊，选举我有一个对手，2个人一起选，对，我可以催出选票，而且选举可以募款。对，反正所有能做的事都能做。罢免就是我一个人摆在砧板上面，让人家看。25%过与不过之间，那我只能想尽办法去这样追。所以如果比较危险区的，那大家来倒吧，倒完以后全面改选。如果对那种根本连2阶可能都不会过，就会觉得不是啊，那关我什么事啊？对，为什么呀？这本身内部也会有一些矛盾，会有很多的矛盾。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是陷入一个高度的对立当中。有些人觉得说啊，我干嘛去倒戈？我还好，我不会被罢掉啊。那我可以做完任期啊。但是像徐小新他也就可能就支持倒戈啊。因为他去年是8.9万当选嘛，罢免第3阶段就5.8万，他就可以被罢掉了，所以他也愿意一战啊，死马当活马医啊。但是问题是没有那么简单啊。如果到时候真的倒戈了，我问你，中山、北松山南还是王宏威代表国民党参选吗？国民党内有人会说，你的仇恨值这么高，你2阶段都过了，你2阶段都过的话，基本上你已经有27000多人是反对你的，因为他的。这个投票人是27万，门槛10%嘛。你的厌恶值这么高，你还有什么资格代表国民党？到时候我跟你讲，谁会出来？戴喜清，再来秦慧珠，他会出来啊。甚至连那个林国成都会啊，因为林国成说我现在是民众党的不分区啊。你们这次倒戈，我们民众党这个不分区都没了，你要让我出来选，还可以跟国民党叫板呢。所以我觉得会制造一个很大的混乱。OK， 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倒戈。有没有优势？有，为什么？因为上一次民进党去年输的都是小输，那如果这次整个大环境改变，民进党当初的 PK 的这些立委候选人可以立马提枪上阵啊，那国民党呢？国民党会陷入内部分裂哦。OK， 所以我觉得现在啊，我不要讲我这个柯建铭总召真的是了不起啊，他去年在讲倒戈的时候。大家会以为他是打老还灯啊？怎么会倒戈？国民党怎么给你倒戈？国民党做得好好的，在立法院跟民双党一起过半，国民党怎么可能去跟你倒戈？结果现在说要倒戈的人是谁？蒋万安呐。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我们的柯总召真的是洞察先机啊。我必须讲哦，我认为蒋万安喊倒戈这一个棋啊，是想清楚才下的。首先，第一个，我先讲台北市这5席立委，如果2阶真的如同大家预料的最乐观的状况，5席都过2阶，对台北市而言，请问倒戈全部那个一起选，对蒋万安来讲，是不是比被单独这5个被罢免来得好？为什么？如果被罢免，假设最后有20席过2阶，举例好20席，跟全台湾有73席区立委在选，可以分散炮火嘛？北市这几个又是仇恨值高的。就是假如又只有20个重选或15个重选，这几个一定被放大到很大嘛。再来，如果蒋万安他真的喊了这一个倒戈，而且最后真的有全面国会重选，台北市回到蓝大于绿的本来的基本盘，会不会他更有几分胜算？我老实讲哦，如果真的全部重选，请问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后谁赢？没人知道。我民进党也不敢说我们一定赢啊。那现在唯一只有一个讲绝对不要倒戈的是谁？是民众党。因为依政党支持度，民众党看起来会比较会其实会最小，可是他少的搞不好是国民党变多啊。所以我先讲这个可能性，其实在我的看法是在增加当中。假如最后2阶段通过的数字多，
然后后来的民调做出来被罢掉的几率高，我觉得国民党真的有可能提倒阁，而且我必须最后讲一个提倒阁下去之后，其实我们内部的矛盾会出现，民进党跟罢团之间。其实蒋万安喊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只看到国民党来骂他嘛。你看这几天社群平台已经开始有几个罢团讲说，就算国民党真的提倒阁，我们不要解散国会哦。他们这几个就算把他罢掉，他们还是要继续走。他们要把这几个罢到，让他们7年之内不能当立委。对，所以会不会我们有矛盾？我们现在的角度是民进党协助罢免团体，可是假如我们到时候我们也跟进，我说啊就来啊，如果比方柯总召。柯总刚讲的，如果最后变成是我本党的想法，如果最后大家买单就做了，反而我们跟罢团之间会有矛盾，所以我认为接下来怎么样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对我们比较好，对大家比较好。可是蒋万安这一个动作至少做到了，他比朱立伦有解决方案。OK， 我补充一点，蒋万安提出这个倒阁对蒋万安而言，不会输，只有赢。你看国民党2个，一个台中市长，一个是台北市长，2个人是不同调的。蒋万安说我要倒阁，这是我想出来的方法。为什么？因为蒋万安要连任，这些立委，这5个立委如果里面不要说5个被罢免2个，他连任会有问题。为什么？人家会笑你蒋万安软弱。你是台北市长，这5个立委面临到这么大问题，你跟个呆子一样都不讲。可蒋万安说我要倒阁，你知道他的这些蓝营支持蒋万安选市长这些人一片拍手，这才是主席啊。这才有肩膀，一片拍手。蒋万安已经赢了，那未来如果国民党最后是不采取倒阁，蒋万安也不输啊，因为我已经表态了。那第2个，卢秀燕为什么她选择叫做不赞成倒阁，也不赞成罢免？她的未来是什么？不是连任嘛？卢秀燕的未来是拼党主席嘛？那如果今天面临到这场最大的罢免案，是谁要面临？朱立伦要面临啊。如果罢免不要说了，2个3个。朱立伦一定下台，一定下台，不用选了。那卢秀燕上来之后，我是改革者姿态上来啊，不输啊。所以卢秀燕跟蒋万安各有各的想法，不一样。那最后我讲到这一个倒阁有2个面向去分析。第一个，所有的民众蓝营的支持者都说倒阁好，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反罢免很难做，你知道吗？你上街去反罢免很难做，倒阁重新复选简单，所以蓝营的支持者是支持倒阁的。所有的民众蓝营的支持者都说倒阁好，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反罢免很难做，你知道吗？你上街去反罢免很难做，倒阁重新复选简单，所以蓝营的支持者是支持倒阁的。可是蓝营的这些立委不是都同意倒阁，陈玉珍为什么要同意？就是有危险区跟比较安全区的嘛。对，有些人根本不同意啊。陈雪生干嘛同意？然后这些不分区干嘛同意？翁小玲重新来不分区，搞不好不是他所以我说，倒阁就算蒋万安提出来，国民党也不会过的，民进党也不会去支持倒阁的。所以这倒阁就是蒋万安想出来，帮自己明年要连任市长的一个解套。OK， 对，来，没有，大家都推论很多啦。我先问冠廷啦，你觉得他如果真的国民党真的提倒阁，民党会支持吗？这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多数人认为是不会嘛，因为对我来讲，大罢免的利益更高嘛，没贵嘛，所以它是一个假议题嘛。再一个就是说，我必须要讲说，大家在看蓝绿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会有很大的不同啊。绿营觉得说我大罢免一片看好，国民党这5个都会挂，国民党的看法，他那几个立委的看法是说，其实我守得住啊，其实我守得住啊，所以你今天来讲，对你去问，对不起，我这样讲，我今天才跟洪威夫身边的人很 close 的聊过了，他们其实对于倒阁来讲，他们没有什么想法，我干嘛要倒阁？我更不要讲，刚刚我们讲的那么徐小新这些罗志祥这些人，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极端？就是我很有把握。我为什么要去倒阁？倒阁不要讲别的，大家现在都讲说啊，我可以募款，只有这个好处而已啦。倒阁之后你马上休会60天呢，对不对？我平白无故我损失这60天干嘛？我今天那是我错到被死，我没鬼，我才要拖大家一起下水嘛，对不对？那如果说真的是说大家这台北这5个都错在蛋。对不对？那为什么这几天你没有听到半个站下？那为什么蒋万安在这个时候？那照理来说，要不党中央知道，要不大家商量一下，要丢这个。所以我就讲了，他是祸水东引，只为了那天脱身嘛。今天没有错，
今天的状况是说，他现在状况深蓝基本教育后觉得说，哦，蒋万安好棒，硬起来，你看，全国民党得一用，但是回过头来讲，国民党这些人算不到，现在第一时间都傻住，现在算不到你在玩什么吗？对，然后是蒋万安不是从递检那天要抛倒阁才硬起来。最近这一阵，蒋万安尤其在他就是一个民进党跟共产党嘛，就这个嘛，他从这时候开始，就只有那一个嘛，他就跟他对干。但是我说，你像他在提倒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事后的确是没有任何动作，没有连半个立委被联系。好，你理论上你要提倒阁，你是不是应该到处去办立委去联系，说你倒阁对你更好，倒阁我帮你站台。好，没有嘛，所以你现在看的状况说，他好像赢了绿营基本教育派的掌声，蓝营基本教育的掌声，但是。蓝营的公职都知道你在玩什么嘛？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冠廷你自己被你市长候选人这样卖，你下次你下次会挺他吗？林涛有这么严重吗？我是这样。当然是啊，朱立伦不是被他背刺吗？拜托，这样的状况，卢秀燕敢跟他合作，外面还在讲说哦，他们什么姐弟哥俩好，所以他的话就代表卢秀燕，结果卢秀燕不跳出来否认。有一说是说什么朱蒋和啦，有时候是说蒋跟卢啦，然后就会丢这个倒阁案是给谁难干，是给谁这个很惨。我是觉得每一个县首长或每一个重要的要角，自己面对他当下大家给他的立委的选区的压力，或是选区的意见，一定会影响他对外面抛出议题的可能性。我必须要清楚的讲这个。第二个呢，他抛出来，可是到最后说真的，你不管是倒不倒阁，你的盘算，你面对大罢免第二阶段，你面对倒阁后的这个布局或提名，通通是党主席要扛。所以大家可以倡议。到最后是朱立伦要扛，所以不要，我现在很多人评论说啊，大家讲完之后他扛，没有人可以帮朱立伦扛，朱立伦要扛，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意见是集思广益啦，好，那再来我必须讲哦，我必须讲，你说集思广益，感觉上就是你也不太集思广益，他不能骂他不好意思骂蒋万安，就只有集思广益嘛，不然怎么办？这个蒋市长我是欣赏，但我必须讲，冠廷其实从到尾我也认同厚志哥刚才讲的。你管国民党对倒阁案的盘算干嘛？你可不可以讲对罢免团体也好，对党内讲你们民进党对倒阁案的态度嘛？你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提了再说嘛。在这个已经讲很久了，呛你们不敢提。一个巴掌我现在讲，我讲目前看起来柯建铭是要嘛，呛你们不敢提。柯建铭说要了嘛，柯建铭说他要这个接受了嘛。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中华民国宪法这个整个过程中，是我们提倒阁，然后呢，卓荣泰换下来，赖清德他也可以说我不解散国会啊，当然，他有很多啊，然后他有可能到最后是换掉卓荣泰，换掉整个这个我们讲到的国会。但你大家想要的是赖清德倒赖在哪里嘛？柯建铭说他要这个接受了嘛？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中华民国宪法这个整个过程中，是我们提倒阁，然后呢，卓荣泰换下来，赖清德他也可以说我不解散国会啊，当然，他有很多啊，然后他有可能到最后是换掉卓荣泰，换掉整个这个我们讲到的国会。但你大家想要的是赖清德倒赖在哪里嘛？所以我觉得这有分很多层次，我只是想要听看民进党朋友。谢谢，感谢那个这么重视民进党的意见哦。首先第一个。我已经讲 N 次，我在5哥这里也讲过，我一直讲倒阁这件事，就是国民党你有兴趣提，像蒋万安这种重量级人物就提了，我们的态度就是呛你们不敢提，因为你们提了，立法院有过半，后面要不要解散国会总统的权，那是后面的事情，前面你们连提都没提，就说你们民进党要那个赞不赞成？不是嘛？谁认为该倒阁就把它提出来啊？蒋万安提了，国民党要不要提？我们尊重嘛。你们的态度嘞？那你们提了再说，我们就讲我们的态度很清楚。原来是我们提了再说，我们态度很清楚。我们态度是决定台湾的民主。我们的态度，我们呛国民党不敢提，我们就独领不敢提，好不好？你们提了，我就说赞林涛，给我小后赞，我呛你们不敢提，我再讲一次，国民党提不提都有讨论嘛。民进党连一个说过不过，他们要不要支持都讲不出来。我们干嘛倒我们自己的院长啊？你们我们干嘛倒自己的院长？自由民主。
我们自己院长老实讲，这是到时候我们还要说服我们内部，所以我说不用，你们根本不会提，因为你们不敢，好不好？呛你们不敢提，我再讲第3次。再来你们说要倒赖 ，OK， 我们就按照宪政程序嘛。其实所有的都有规定嘛，所以你们倒阁跟倒赖不冲突啊。倒阁之后国会重选，你们认为倒赖有正当性，你们就选超过2/3的立委嘛，1/4提案，2/3立委同意，50%的公民就可以罢免赖清德啊！你们敢不敢提倒阁嘛？还是回到源头？其实倒赖的前提是倒阁。我还是呛你们国民党不敢提倒阁。冠廷他刚才说呛你不敢，我呛你第2次、第3次，不敢吗？你们就提嘛，提我叫做怀疑因逻辑。就等一下他剪完，他就说我呛你3次了。但重点回来一件事情，重点回来一件事情是，假设以现在民进党总召柯建铭讲的，国民党只要敢提倒阁，或台湾民众党也支持，他们就要倒阁。所以这个核心的逻辑跟概念是什么？是其实。这个柯建铭现在也觉得国人还不行嘛，否则为什么国民党提倒阁之后，他马上就说，我们也倒阁啊，你来提啊，对不对？所以民进党自己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啊。我无言以对，等你们提啊，等你们提啊。范老师最后1分钟，我觉得这个对民进党来讲，他没有必要去发动倒阁，对不对？这个是国民党，而且是你们先讲出来的嘛，你们的权利嘛。当然对民进党来讲，如果他还要做一个非常精密的计算。国民党、民进党要不要跟？刚才冠廷讲了，你跟罢团怎么交代？还是你跟罢团可以说把一夜之间把罢免改成助选？帮民进党助选。如果说得过，对不对？可以这样子立刻华丽转身。然后呢，民进党认为，所以我就算如果说改选，我们有多少可以赢的机会嘛？例如说像台东就有很可能赢啊，对不对？你看现在那个刘兆豪上次去年拿到是23000票。这个刘兆豪是然后刘兆豪是18000，赖坤成是23000，两个加起来41000。黄建民只拿到30%，只有25000嘛。对啊，所以如果说不管找谁出来，都一定会赢，就多一席喽。那花莲有没有可能也会赢呢？教部分区下去选也有可能啊，有知名度的。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也要算，这到底划不划算？如果说罢免不划算，那就维持现状就好了嘛。所以所以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民进党要去思考的问题。我补充1分钟哈，刚才看到冠廷跟林涛这种吵法，我就想到一件事：这间房子1块要不要卖我？你卖我1块，你要不要买？你要不要卖我？你要不要买？我真的答应说好，我1块买，你会卖我吗？所以我觉得没有啦，一切的程序按照步骤走。你提出来了，你就看对方怎么样。那你不提，这是假议题嘛？OK， 国内在整个大罢免风潮之下，不管是像倒阁啊，类似这样一些议题，它真的会慢慢走向真的成型吗？还是它真的只是个空中楼阁？可是不管怎么说，罢免是在往下走。等到2阶，那这个礼拜有人在评估，包括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大概就会比较具体一些数字出来。那未来。对蓝绿两大阵营来讲的话，在罢免这个战场上到底会怎么样？好，那426这一场，国民党要展现出什么样蓝白又是怎么样一个合作？我们大家再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兄弟们，我们明天见，拜拜。